苦楚之赞第10章，东瀛所陪去。第3集。约尔对林浩恩说，16世纪以来，德国吃的是约翰·古腾堡、马丁·路德、保罗·格尔哈特的老本。德国帮日本造神，德国哲学为大学创造教授职位，为出版商带来利润，却不能使德国脱离纳粹厄运和战败悲剧。约尔说，先说日本。明治时期，日本请德国顾问斯坦因 Johannes von Stein 参政，他建议日本把民间神道教升格为国家神道教，并排除其他宗教，尤其基督教。基督教说 God, our heavenly Father， 神，我们的天父，使日本人难以接受。他们要把天皇定格为全体日本人的父亲，以利于统治，让日本人甘愿为天皇而死。浩文又问，斯坦因到日本当顾问，与德国和日本战败有何关联？约尔说，凡事都有关联。德国走到今天，不能只找希特勒问责，追溯往昔，就能找出集权普鲁士精神的起源。战场胜负由肉眼看不见的属灵征战决出。德国20多年间2次挑起世界大战，皆以战败告终，难道只是巧合？看不见的原因是什么？浩文紧接着问。16世纪以来，德国吃的是约翰·古腾堡 Johann Gutenberg、马丁·路德 Martin Luther、保罗·格尔哈特 Paul Gerhardt 老本。约尔说，从8世纪到2战结束，德国圣徒写过10万多首拉丁语和德语圣诗，比英语圣诗早得多。18世纪，德国虽出现有世界影响力的教会复兴领袖钦岑多夫伯爵，但德国新教基督徒，包括钦岑多夫伯爵本人，从16世纪宗教改革开始一直遭逼迫，延续3个世纪。到18世纪末，德国受法国大革命影响，出现一批背离基督和圣经的哲学家，离弃爱神爱人如己的诫命，造出既不爱神也不爱人的人本主义哲学。与法国革命者一样，只会发出爱全体人民的宣言，却不爱一个个具体的人，兴起为各自利益的民族主义、国家主义，把侵略战争合理化，加剧不同民族间的冲突。有一位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·威廉3世同年出生的黑格尔 George Hegel， 拿到神学博士，却没明白
神学。他只在乎学位，而不要神。他从先人柏拉图之言，而非永生神的道，造出了人本主义、人本哲学理论。他的学说造就一批无神论者，使普鲁士人成为自诩高人一等的优秀民族，使国王自诩生而卓越。黑格尔哲学对抗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圣经原则和基督精神，把普鲁士打造成集权国家，用自我优等普鲁士精神代替平等仁爱的基督精神。黑格尔唯心说被尊为德国国学。人本主义催化剂使威廉三世决心打造普鲁士联合教会 The Church of Prussian Union， 无视教会的头基督，而把国王变成教会的头。后来尼采索性说神死了。德国哲学家，德国造神学很快被远离神的人所推崇，因此德国哲学取代哲学的源头神学，德国哲学家取代哲学家的创造者基督，基督并基督的道在德国被淡化，德国人渐渐远离基督，高举地上的伟人，从敬拜神转向敬拜人，直到把人当神的斯坦因作为德国顾问去日本为日本人造神。希特勒出现时，德国虽尚有数百牧师，但德国教会因为早就向世俗集权妥协，失去神的同在，失去属灵的权柄。约尔说，纳粹屠杀德国犹太人时，德国教会根本无力保护。好人说，德国教会连德国非犹太牧师和基督徒也保护不了，怎么能保护犹太人？德国一代代大哲学家写了一本本厚厚的哲学书，名扬世界，弟子遍地。然而，德国哲学只能为大学创造教授职位，为出版商带来利润，却不能使德国脱离纳粹厄运和战败悲剧。说明什么？约尔接着说，好人说，哲学应使人有智慧的思想，而人的最高智慧在于行善，思想在行动之先，智慧思想必导致善行。但是德国哲学造就的是普鲁士集权并纳粹法西斯，把德国全部人本主义哲学家的哲学和无神论思想家的思想加起来，也不能使德国躲开2次大战的败局。德国人在同一个地方跌倒2次，绝非碰巧。我听说2战期间，潘霍华牧师保瓦被纳粹绞死，马丁、尼莫勒牧师等数百位基督徒被囚禁。为主殉道，
主必纪念。约珥说，恶人不会长久得势，神如果让对抗神的人一直做王，让基督徒一直受迫害，神就不是神。神在圣经里警告过，不可为难我受膏的人，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。德国在二战战败前10年，就有很多基督的信徒宣誓效忠他们的领袖希特勒并纳粹党，而不是他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多谢各位收听、收看、订阅。